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啾健康咖以及健康1+1双频道同步直播，我是啾。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一个话题哦，我觉得可能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这样的困扰，比如说厨房油腻腻的，然后或者是呢锅底烧焦洗不干净，包括微波炉啊、抽油烟机啊，还有更是有一些清洁的死角。更不要提到浴室啊、镜子啊、水龙头的水垢啊，还有马桶的尿垢。那我们在市面上啊买的一些清洁剂虽然很强效，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刺激或伤害。我过去曾经在直播中也谈到，我家人就是这样，吸入这些强效清洁剂都要去急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认识无毒清洁的4小天王，因为4大天王，那里面有小苏打啊等等等等的。那之后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些天然的材料呢，怎么样聪明搭配跟正确的使用，一起打造对我们人体无害又干净清爽的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大咖呢，是热爱天然生活、实战经验丰富，同时他著有《生活魔法家》、居家实用妙点子、300招等等等等7本著作的家事达人陈映如老师。映如老师你好。Hello，舅舅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映如老师你来了，我们真的非常高兴，我们可以有一个干净、清爽、天然无毒的家了。但是一开始我们今天要给你一个最大的难题啊，我觉得就是厨房清洁。厨房清洁对一个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全家人来说，耐力跟体力，因为不仅油烟真的非常难处理，那有时候我们锅底啊烧焦，或者是市面上其实有卖这种锅子烧焦的清洁剂，万一我们买到不好的，里面化学成分可能对我们人体有害的话，那这样子可能就会伤害我们的健康。所以映如老师，请问你有没有无毒的清洁方法可以来处理这个厨房的令人害怕的烫手山芋呢？当然有啊，刚才舅舅你有讲到4大天王，然后还提到一个，就是大家最认识他的小苏打。其实小苏打就是对付厨房这些油污非常好用的，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些清洁剂使用上大家有时候会担心，尤其我们用的又是一些器皿，就是会接触食物接触到的东西，所以会更加留意，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小苏打来清。那清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一个我们在锅子里面放冷水，然后冷水的量一定要先盖过我们那些脏污的量，然后接下来就是放小苏打粉。那小苏打粉其实就是放至少锅底有1层小苏打粉的那种概念，就你看上去锅底整个都撒了1层白白的小苏打粉，要这样的量，然后就把它们用那个火煮到滚，就是加了小苏打粉的那个水，这就是煮滚。煮滚以后再开个小火，至少煮个大概10分钟，然后就可以熄火。熄火以后也不要急着刷，就让它浸泡在上面，然后泡的时间可以久一点，比如说1-2个小时，甚至说你的污垢你觉得很严重，你也可以就放隔夜，第2天再来做处理也可以。然后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有几个效果，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有用水去煮，所以污垢其实在煮的过程有热度，就当然比较容易去的掉，然后加了小苏打粉，小苏打本身就有很好的去油污的功效，所以其实这2个加起来，其实在清洁力上非常的好，而且重点是我们就不用花很多的力气去刷洗。然后而且刷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刷的太用力，或用的工具比如用很粗的什么钢刷啊、菜瓜布，还会把我们的锅子给刷坏掉，所以就用这个比较偏向水煮的方式，就是水加小苏打，然后煮滚静置，其实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些焦垢给去除。其实就像我们照片上面看到这一些，就是有些都是已经是煮到焦垢的状态，其实就利用这样水煮以后，其实就可以清得很干净，只是就不用花那么多力了。真的，我觉得映如老师，我们应该早点认识您的，因为这种锅子我真的是清过无数次，然后我就觉得说简直是太折磨。然后台湾有很多这种钢刷啊，就是很厚的这种绿色的这种刷子，哇，结果根本就是很难刷掉，泡再久也很难刷。没想到轻轻松松的这个方法就可以去除掉了。对，其实也建议大家其实尽量减少用这些比较像你刚才说钢刷，或者像那个菜瓜布的绿色面去用力去刷，因为其实就像
第一个很费力，因为我们这样刷很辛苦，手很容易受伤。第二个，这样刷就算刷得掉，结果很容易就大家常的看到，就是比如说不锈钢锅上面有很多的刮痕，那有刮痕以后，其实以后就更容易藏污纳垢。那如果你今又是不粘锅，那这样刷更是不行，因为它里面的那些 coating 啊，那些涂层其实都很容易掉，那就怕有一些有毒物质会跑出来。是，哎，刚才您说到，英语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有些锅子你还真的一刷的话，你的锅子那些毒就会释放出来，反而对我们的料理食物就会把这个毒素加进去，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其实刚才就是英语老师你有介绍呢，就是的一些材料，刚刚讲到小苏打嘛，那有没有就是无毒另外的无毒方法，可以不可或缺的一些材料，我们可以来准备好，万一我们家里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好呢？好，我们刚才有讲说有4大天王，那小苏打其实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那无毒听解还有一个就是柠檬酸，然后过碳酸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柑橘的果皮。那我们稍微简单介绍这4个它的主要用途或对付哪些污垢特别好用。因为小苏打它其实是弱碱性的，所以它对付我们的油污，就是所谓的脂肪酸类的，其实都有很好的去除效果。那它也在除臭方面其实有很好的效果。所以像有时候衣服上面，比如小朋友流汗要洗衣服，他们的衣服时也可以加点小苏打，可以除臭。或者比如说球鞋里面有一些异味，也可以撒一些小苏打。所以小苏打主要是去油污跟除臭。那柠檬酸就是对付水垢、尿垢还有肥皂垢，所以最常用的就是在浴厕里面。那过碳酸钠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氧系的漂白，所以它其实有杀菌的效果跟去污的功效，所以最常使用在像是我们衣服变黄的时候，透过浸泡其实就可以，过碳酸钠就可以去除这些黄渍。然后还有就是杯子啊、餐具上面有一些像什么咖啡啊、咖啡垢啊、茶垢，这些都会非常有效的去除。那柑橘的果皮，其实我们主要使用它是因为这些柑橘皮上面有一些柑橘的精油，然后这些橘子油它其实有很好的去污力、去油力，然后加上它的味道本身又很清香，所以是一个比较天然，然后同时又很好闻的一个清洁剂。是，刚才应如老师说的这个重点，麻烦大家，这真的是干货，麻烦大家记得把它截图，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刚才我们其实知道这些去污啊，或者是清洁啊，或者是漂白啊等等，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使用在哪里。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解说，请应如老师来教我们一下。比如说我们讲到厨房嘛，厨房是油污的重灾区，瓦斯炉啊，或者是瓦斯旁边的这种墙壁啊、瓷砖，经常炒菜都喷得油腻腻的。像这种油污啊，刚刚提到的4大天王，我们应该派谁出场呢？其实如果去油污的话，我们主要有2个东西比较好用，一个是小苏打，还有我们刚才说柑橘的精油，其实它也是都有效的。那如果说小苏打，可能就像我们刚才对付胶垢的时候可以用，或者有时候我们煮完菜要刷锅子，可以撒一点小苏打在我们的锅子里面刷一刷，就把它当作是去污粉来使用。那如果是柑橘类的话，在这里使用的方法，通常就会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利用柑橘的果皮先做成一个像是清洁剂的概念，然后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把所有柑橘类，比如说柳丁啊、橘子啊，这些都可以的果皮，然后放到一个小的玻璃瓶里面，撕成小片放到玻璃瓶，然后在瓶子里面接着放75%的药用酒精，那酒精的量其实就盖过我们的柑橘皮，那放了1周以后，就可以把这一些泡过柑橘皮的酒精倒出来，倒在一个喷罐里面，就变成一罐橘子皮的清洁剂，就可以来当做我们一般厨房啊或家里面去油污的一个好帮手。那它的用法其实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厨房清洁剂，比如说炉台边、流理台，或者是刚才九九你说的墙壁四周，如果喷到油，我们都可以喷一点，然后就直接擦，其实就可以把污垢给去除。但是啊，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因为它主要的成分就是75%的药用酒精，然后里面含有柑橘油，所以千万不要放在靠近火源的地方，然后或者一些比较会发热的一些电器旁边，而且千万不能做就是比如说我一面在煮菜，然后一面就开始喷，因为它其实就是
酒精的成分，如果碰到火源，其实非常的危险。所以记得就是煮完菜以后，然后都收完以后再来喷，不要同时有开着火的时候来用这一罐清洁剂。是，就是我们大家在使用任何一个清洁剂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它有使用方法，正确的使用才能够更好的清洁。那刚才映如老师推荐的这个柑橘皮加上酒精，要用酒精的话，一定记得不要靠近火源。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像家用，现在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微波炉啊、烤箱这种，那这种也是很经常累积油污的地方，这样的话要怎么清洁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举例来说，如果是我们微波炉的话，你可以把一些柑橘皮，比如刚吃完就是刚剥下来的柑橘皮，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然后大概加热个1分钟。那加热的过程中，它会产生几个状况。第一个就是加热的过程中，那个柑橘里面的一些水分会跑出来，然后柑橘的精油也会释放出来。所以我们1分钟以后，你打开微波炉，你就会发现，里面其实整个内壁的地方都是湿湿的，都是有像水汽一样。那它除了有水分，它其实还有一些柑橘的精油在里头，加上加热过后它是有热气的，所以只要这样稍微一擦，其实就可以把微波炉的内壁擦得非常干净。因为橘子油可以去油污，加上水汽的热度，其实对去油污有帮助，而且同时还可以除臭，因为里面是柑橘皮，所以它其实香味会出来，所以又可以除臭，又可以去污。这是微波炉的部分，我们可以这样用。那如果今天是比如烤箱跟气炸锅，因为我们加热的话，它比较算是一个干燥，它比较不会产生水汽，就建议大家可以等于是放一杯水，比如1碗水里面放一些柑橘皮一起去加热，其实让它就是一样的效果，就同时产生热的蒸汽，那同时也可以释放出它的柑橘精油，其实就同样的可以达到一个去油污的功效。哇，以后家里吃这个柑橘啊、橘子啊、橙子，千万不要把皮丢掉，太好用了。那另外有一个部分也是大家很苦恼，我记得我们每次过年前啊要大扫除，妈妈要清理这个抽油烟机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不想靠近，因为我妈妈她都会用那个清洁剂，然后一直喷一直喷，其实大家都觉得很痛苦，然后喷完之后那个所有的油污都这样掉下来，我觉得好可怕。所以我想请教您这个抽油烟机它本身的机体还有集油杯啊，还有滤网真的是非常麻烦。那如果说我们用久了啊，比如说像我刚才讲，我妈妈用那个清洁剂、化学清洁剂就很刺激啊。那还有比如说有时候真的是呼吸系统就会有害的问题了。那像这样子的非常黏，然后又很厚，看起来黑黑的这种陈年油垢，这样有没有办法靠天然清洁剂来搞定呢？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所谓的浸泡法。其实浸泡法的概念就是利用水的泡，然后让污垢变软。那变软的同时，我们在水里面还要加一些帮助它的东西。在这里我会用的是小苏打粉，那这样子就可以让它的功效更加倍。那浸泡法基本上就是我们先准备一个厚一点的塑胶袋。然后塑胶袋里面放入我们要清的物品，像什么集油杯、滤网这些炉台架都可以把它通通放进去。然后接下来放入温水，那温水其实大概就水龙头开到最温度这样的就够了。然后注入温水以后，再加上小苏打粉，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浸泡在里头。那泡的过程中，因为有比较温热的水，所以它也可以去油。然后加上有些黏黏的污垢，再透过浸泡以后会变软。还有我们有小苏打可以去油污分解掉它，所以泡完以后其实再清就会变得容易很多。所以泡半个小时以后，你会拿出来就会发现很多污垢其实都已经软化掉，甚至轻轻的刷一下冲一下就会冲得掉。那甚至你有洗碗机更方便，你还放到洗碗机里面再冲过，其实就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比较轻松的就可以把它去除这些陈年的污垢。那万一泡完以后啊，大家发现说还有一些真的是比较严重的污垢没去除的话，那我们刚才介绍的柑橘清洁剂就可以拿来喷在上面做一个补强。但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大部分污垢都可以清掉了。
是，那这样子听起来哦，大家不管是年终啊，或者是年末啊，就是大家大扫除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方法，四大天王把它准备起来。真的是因为不然平常用这种化学剂来清理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伤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的。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油垢啊，像厨房水槽也会出现一些异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如果你在看直播的话，你家里有这种异味，麻烦你告诉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异味，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水流也会变慢。那这个大部分就说油卡在水管里造成的阻塞，像这种时候，映如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通水管的妙招呢？如果没有真的到很严重，它比较情况下是，比如说你会觉得水流的速度变慢，有点卡卡，没有到完全没办法流的话，其实我们都还是可以自己处理一下。那处理方法可以用一个就是我们柑橘皮去做成一个水管的清洁剂。那方式就是在锅子里面一样放柑橘果皮，然后水量盖过那些果皮以后，然后慢慢的去煮，大概煮个10分钟，再用小火再继续煮滚以后，再用小火煮个10分钟。那煮完以后，果皮其实就可以拿出来，我们就有一个像是橘子水的一个完成品。但是那个时候刚煮完，温度还蛮高，不建议大家直接用，因为有些人家里的，比如说厨房的那个管子它是塑胶管，如果温度真的太高的水下去，怕管子会裂开，因为塑胶耐热度够，所以就让它放到微凉，微凉就是我们手可以碰的温度以后，就把这个我们煮过的橘子水，其实就倒到我们的排水孔里面。其实就有几个类似像刚才说的功效，第一个是热水可以去油污，柑橘皮也可以去油污，加上柑橘的香味可以除异味，就是一个简单的橘子的清水管的一个小帮手，这是我们可以用的一个方法。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式的话，其实也可以试试看，就是小苏打加柠檬酸或小苏打加白醋来清水管。其实小苏打是最基本要的，然后我们先撒了小苏打以后，然后再倒一些白醋在那个水管里面，那它们两个加在一起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那它的作用其实是主要是透过它产生大量二氧化碳这个气体，利用气体产生的力量，把那些污垢等于是推挤出去，让它可以等于是排掉。那也可以用柠檬酸，但是小苏打加柠檬酸，因为两个都是粉末不会作用，所以这时候要加一点水让它去作用。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主要不是靠这两个本身的清洁力，而是靠这两个混合在一起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气体力量去来做一个除掉这些排水管污垢的方法。但同样的，刚才讲的像柑橘的清洁剂的水管清洁剂，或者这个小苏打加柠檬酸或白醋的方法，它都比较适合就我们说的，就是水管的水流不畅通，但没有到完全塞住的情况，其实那时候都还算有效。如果真的已经塞住的话，可能就要请专业的比如水电的处理人员来做处理了。是，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堵塞啊，其实也是我们非常应该是说每一个家庭都会面对的问题。那大家还是记住，因为我们平常如果是我可以请教一下映如老师，如果像我们假设浴室好了，浴室也有这种堵塞的问题，那像这种情况下，用它可以这样做吗？就是用小苏打啊，加上醋啊，可以把它清掉吗？小苏打在醋的话，它其实是可以产生气体的力量把污垢给带走。然后，但是一般来讲，浴室里面的堵塞啊，它很多时候是比如说头发之类的卡在里头。那其实反而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像市面上就有卖那种水管的疏通棒，它其实长着一根像长长的塑胶片，然后上面长了很多像鱼骨头一样的刺。它就这样做成像鱼骨头这样刺刺的，那它概念就是直接伸到水管里面，利用它那个凸起来像刺一样的去把头发勾起来，这样子就可以把那些卡住的那些头发去除掉，那水管就恢复顺畅。所以其实如果是浴室的话，大部分是毛发掉落造成的，像这种小小的工具其实就可以处理得掉，而且完全不用用到任何清洁的产品，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是，你这个真的是很，尤其家里有女士的哦，真的是头发很容易卡在水管里面。那大家可以试试看这种物理性的把它清洁起来。好，那另外呢，我在接下来要跟映茹老师讨论下一个妙招前呢，我先快速的进入一段小小的健康选品观时间了。这个它就是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台湾的纳豆红曲。那纳豆红曲它是结合了纳豆激酶还有红曲。那纳豆激酶本身可以帮助分解血栓，同时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可以帮助维持我们的心血管健康。那红曲的部分呢，它就可以抑制肝脏的胆固醇生成，也就是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的总胆固醇以及 LDL 坏的胆固醇，它可以维持我们的血脂正常值。所以这款纳豆红曲呢，可以帮助大家改善血液流动，还可以帮助维持血管的畅通、血脂的调节，降低坏的胆固醇跟酸甘油脂，维持我们的脂质的平衡。那对于中高龄啊，特别是有帮助，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一些保健，改善一些代谢跟循环，同时可以延缓老化。那现在呢，这一款纳豆红曲正在有做限时优惠，也就是买1送2，买2送4，再加码送1，就是你只要买2的话，总共会拿到7瓶，也就是买2送5，非常爆表。因为它还有半年的保质期，所以才可以有这样的优惠。如果不介意的朋友的话，可以赶快下单购买，数量有限，它是送完为止。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底下的留言区跟说明区。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跟映茹老师继续讨论。其实呢，说到污垢啊，我想茶垢也是非常难处理的，特别是很喜欢的杯子，如果留下茶垢，就真的会觉得心里有一点怪怪。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验，会觉得啊，真的很难清啊，然后刷也刷不干净。假设我们用科技海绵。科技海绵大家觉得哦好好用，但是万一没有刷干净，又会吃进毒物。因为大家都知道科技海绵是甲醛加上3聚氰胺，所以呢，有什么方法请教一下映茹老师，可以保存我们的杯子，又可以把茶垢去除，又不用担心伤到它呢？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用过碳酸钠。那我们过碳酸钠之前也有介绍过，那它其实过碳酸钠就是一个氧系的漂白。那用法非常简单，过碳酸钠粉它其实是一个粉状的东西，长得很像洗衣粉，它是无法直接干的粉末用，它需要加到水里面，所以就是加大概40度以下的水。大概就是洗澡水的温度加上过碳酸钠粉，然后把我们要清洁的那些餐具，像我们刚才说马克杯上面有茶垢啊、咖啡垢这些都可以，就把它泡在里面，大概泡个半小时。那如果污垢比较严重，可以把时间拉长，那一般来说大概1个小时之内就够了。那泡完以后，其实就很明显看到那些茶垢啊，或者一些咖啡垢都会去除掉。到时候再把这些泡完的餐具再洗干净就好。那用这种浸泡，它的好处是，像有些人是泡，比如说茶壶好了，或者是保温瓶。那保温瓶的那个杯口那边现在都有一些吸管，或者设计上有一些什么按一按就开，比较多一些小细节的地方，我们平常自己也很难刷得到。然后或者是茶壶的那个壶嘴的弯角度，其实也很难清得到里面的脏污。所以用浸泡的过程，其实它的水只要进去到哪里，那边的污垢就会被带出来，所以是一个比较有效，然后又省事，然后又比较彻底的一个清洁法。而且因为它是氧系的漂白，它是非常的安全，它最后产生的东西其实就是双氧水跟碳酸钠，一个就是苏打，一个就是氧气，其实都是对环境相对友善的。而且清完以后也不会有，比如餐具上面不会留下味道。因为过去有听过朋友，比如说那个砧板用一般的含氯的漂白水来泡，那虽然会变白，但是明显的味道就还蛮重的。然后如果又是要拿来比如说放食物的餐器皿，我们就会觉得那个味道太多，漂白水其实会感觉怪怪的。但过碳酸钠的好处就是又安全，然后又无臭味啊或那些异味，所以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是，就是老师提到过碳酸钠，我其实在直播前也跟老师说，我买过碳酸钠，真的要买下来，因为其实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可以有帮助。我想经过这样老师的解说，我赶快去买好了，为了我们的健康，还有可以把我们的餐具啊清洁的干净，不怕有毒。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大家很喜欢用科技海绵，我想请教您，您自己本身会用科技海绵吗？但是它那么毒，如果怎么样使用它才不会残留一些毒物呢？其实科技海绵，其实大家都会又爱又恨的感觉。比如说，很多学生也会反映说，科技海绵很好用，拿来东擦擦西擦擦，污垢都擦得掉，然后也不用那么多清洁剂。我有时候也是会用，但是大家都会还是有点担心，说它到底会不会怎样？其实科技海绵它在使用时，确实有一些大家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不要碰热的，不要碰油的，还有不要碰酸性物质，它比较容易产生三聚氰胺，所以要避免热油酸，这是基本的。还有也不要拿它来刷一些蔬菜水果，比如说我们直接连苹果的皮都一起吃的话，也不要说怕上面有蜡呢，科技海绵来刷一下，因为怕在刷的过程中，因为它其实会有微小的一些细细的碎那个残留在里面，所以怕会残留在一些蔬果表面，所以也不要拿来刷蔬果。那另外还有科技海绵也不能用在一些有涂层的，或者像我们刚才说有一些保护层的物品上面，比如说不粘锅啊，或者是烤漆啊，或者是有上色的东西，因为它是有点使用上就像人家用橡皮擦一直擦把污垢擦掉，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一直用科技海绵擦某个地方的时候，其实那一块会容易产生比如颜色跟其他地方有色差，甚至会有那种掉漆的情况，所以这些烤漆、印刷涂层的物品其实都不适合。还有另外，就如果你的物品本身已经有刮痕了、有细缝了，也不建议，以免这个它的微粒卡在这些细缝当中。那最后还有一个也要提醒大家，就使用完科技海绵，第一个，你轻的物品表面一定要擦干净。举例来说，有些之前也有妈妈问过我说，那可不可以让小朋友拿来擦，比如书桌上面的脏污？我说，如果用这个擦完以后，书桌一定要再擦过一次，整个擦掉那个上面的留下来的屑，然后手一定要洗干净，这是最基本一定要留意到的部分。我想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因为好用的东西，我们只要正确使用，其实就可以避免掉这些毒物了，进入到我们侵入我们的人体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智慧的使用这些所有的器具。好，我们刚才聊完厨房，接下来要聊浴室。浴室真的是浴室的镜子啊、水龙头上面都会有白白的水垢，会有一些水垢啊，或者是刷牙喷在镜子上面。请问映茹老师，四大天王里面哪一种可以清掉水垢？其实清水垢最好用的就是柠檬酸，柠檬酸就是在对付水垢、尿垢跟肥皂垢。如果大家有一点印象的话，就是比如说以前大家都买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热水瓶的清洁粉，然后它其实就是主要成分就是柠檬酸，所以柠檬酸其实就是对付水垢很有效。那水垢这个东西其实是日积月累产生的，因为我们水中有矿物质，然后久了以后它残留在上面，一层一层叠上去就会产生水垢。所以有些人会说，他看他们家淋浴门本来是透明的门，看起来变雾面的，其实上面流的就是水垢，而且他会觉得那个雾面的东西还是这样有点像鳞状的感觉，是一片一片这样贴上去的感觉，那其实就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所以要避免水垢，第一件事情还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洗完澡以后或使用完浴厕有大量用到水时，一定要拿刮刀把水刮干净，不要让它自然风干，因为风干的过程中水汽被带走了，矿物质就留下来，那久了就我们刚才看到的水垢。所以这就是我们基本上要做的平日的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就不要让它有机会残留。那已经有水垢了怎么办呢？就我们刚才说柠檬酸是有用的。那柠檬酸使用的时候，因为它是长得很像砂糖一样的颗粒，所以比较难是直接用那个颗粒来做清洁，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罐柠檬酸的清洁剂。那做法很简单，就是准备一个喷罐，里面放200cc 的水加1大匙的柠檬酸，然后这样子溶在里面变柠檬酸水，就可以拿来当做是一个预测清洁剂。平常拿来刷马桶啊、刷浴缸啊，或者刷水龙头这些会有
那个水垢的地方都 OK。那如果污垢比较严重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算是湿敷的方法，因为柠檬酸水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液态的水，也没有泡沫什么的，所以如果我们喷在那个像我们的水龙头上，它没有附着力，所以我们就会用湿敷的方式，让它可以附着在上面久一点，然后分解水垢的效果会更好。那方法就是我们首先拿厨房纸巾，然后用柠檬酸水把那张纸巾都喷湿以后，然后把我们要清的，比如说我们的莲蓬头或者是水龙头，整个用那个柠檬酸水的纸巾包起来，等于是让柠檬酸水跟我们的污垢直接贴附在一起，紧紧的混合在一起，让它慢慢的分解。那到什么情况可以拿起来呢？如果说情况不严重，大概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可以。那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甚至可以敷到那个纸巾快干了再拿起来，然后再冲干净，其实就会有很明显看出它的效果了。那林武老师，我有个问题哦，因为其实我也用过柠檬酸，但是我不知道说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把握比较好。比如说柠檬酸跟水，它是几比几的比例，可以比较有效的清除掉这些水垢呢？如果说平常只是平日的清洁，就我每天顺手都有在，比如喷一下马桶这些，就我们刚才说200cc 加1大匙，其实这样是够的。那如果是比较成年的污垢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可以把柠檬酸的量增加多一点。那甚至可以怎样加呢？就加到水上面的那个柠檬酸加到水以后呈现饱和的状态。其实这样子它就是一个比较高浓度的柠檬酸水。高浓度的柠檬酸水的优点当然就是去水垢除肥皂垢的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说你的肌肤是比较敏感，然后对于这些比较酸度比较高或碱性比较强的东西会比较敏感的朋友，如果像这种高浓度柠檬酸水的话，使用时就建议戴个手套。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酸度比较高，就比较不要喷在比如说马桶盖这一种塑胶的东西上，有时候就比如碰到强酸强碱这些塑胶材质物品会产生一个比较容易脆化的情况，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高浓度的东西真的是局部有必要的时候再使用会比较建议。谢谢映如老师的回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把它用在错的地方，用在塑料的地方，你可能会觉得它伤害这个伤害这些塑胶的表面，所以大家在使用上一定要正确使用。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在浴室里面马桶尿垢，那一般我们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厕所用的清洁剂真的是蛮危险的，味道也很呛。这个部分呢，有没有什么样温和有效的清洁方法呢？其实马桶的清洁的话，其实像我们刚才说柠檬酸水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如果说今天马桶上面是比如说有些是已经比较成年有些人是这样一整圈的那个黄垢，然后其实用柠檬酸水的话，我们刚才说高浓度的可以用，那甚至如果真的很严重时，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把一点点的柠檬酸，就是颗粒状的柠檬酸撒一点点在上头，既有一点点颗粒的摩擦力，其实会让它去除的效果会比较好。那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刚才说高浓度柠檬酸水在对付这些尿垢的话，其实就足以对付。那如果觉得效果上没有如我们预期的满意的话，甚至可以用我们刚才湿敷法一样的概念，但是这时候我们就建议用卫生纸，比如说卫生纸上面喷了柠檬酸水，敷在我们的马桶上面尿垢比较严重的地方，然后来增加它的作用效果。所以其实柠檬酸的作用还真的是在浴室里面还真的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正确使用我们还是继续要强调就是你不管是湿敷或者是直接把它撒进去的话，都要建议戴手套。好，我们刚才跟映如老师讨论了很多实用的方法跟配方，聊到这里，我还是要请教一下映如老师，关于天然清洁剂在实际使用方面，你有没有遇过哪一些，或者是我们比较容易在使用上搞混或者是做错，比如说厨房用到浴室，浴室用到厨房等等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大家最常有的问题，就是把它用错地方。举例来说，有些朋友会说，上课学生会说，大家都说小苏打很好用，我觉得不好用。我说为什么不好用？他说
我拿去刷马桶，每次都刷不干净。但是小苏打是去油污的，所以你拿来刷对付马桶里面的尿垢啊或水垢，当然会有不干，但效果上会不是那么好。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对症下药。所以我们刚才其实有跟大家讲了每一个人适合用的地方，比如小苏打是去油，柠檬酸是除水垢，然后过碳酸钠是像什么茶垢啊、咖啡垢或者衣服变黄，然后柑橘油也是去油。所以其实用对地方的话，它的效果是很加分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大家常常会有的错误，就是用错而造成的对他们的误解。那第二个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它是天然的东西，所以它其实就在使用上，比如说他会觉得用多一点或用过量一点是 OK 的。其实我们还是把它当清洁剂在使用，所以大家还是要适量，然后正确的比例去混合。举例来说啊，像是小苏打可以拿来加到洗衣服里面，但是也有曾经有学生，比如说他就觉得小苏打既然可以洗衣服，又是那么安全的，他就加了非常多的小苏打在洗衣机里面，然后造成这些小苏打粉没有溶解，那反而就卡在洗衣机的机体里面，造成那个机体受损。其实这也是有发生过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说，那他们既然都是天然又好用，那是不是就是1+1会大于2，就会觉得可以把它们自己混合一起用。其实清洁剂来说，建议大家除非你很确定，但不然都不要自己混用，不管是拿天然的跟市售的混，或者是天然的彼此混，其实都是要很小心的，除非很确定它是 OK。像是我们刚才说小苏打加柠檬酸，很多朋友会觉得它一起用，想说又可以除油垢，又可以除水垢，就把它们全都加在一起，那一次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污垢的状况。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小苏打是碱性的，然后柠檬酸是酸性的，那两个加在一起其实就被中和掉，所以它们能够对付的东西就被相抵减掉，反而是1+1没有达到大于2，反而是变成1减1的效果。所以其实如果要用，一定要分开。比如我用小苏打去完油污，那发现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水槽里面比如说洗碗槽里面有一些水垢，我再用柠檬酸，绝对不是自己先混合然后一起用，其实这样子反而效果不佳。是刚才映如老师提到的这个混合啊，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我就经常提到这个案例，因为我们家人就是把它混合了，就是吸入太多的这种气体之后，就跑去急诊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尽量我们其实刚才映如老师没讲，我还觉得那如果是这种天然的，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些 mix and match 这种互相混合？但是答案还是不行，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用来伤身体了。那另外我想再请教一下映如老师，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配方有提到柑橘皮，那现在呢，其实不算是柑橘盛产的季节。如果不在盛产季节，柑橘皮有什么可以做来替代呢？其实我们说柑橘皮，它是泛指这一类型的都可以，所以除了我们最了解的像橘子啊、柳丁以外，其实像夏天有柠檬，所以柠檬、莱姆的果皮都可以。那如果接下来，比如说台湾就有到了中秋，不就有文旦吗？柚子啊，这些果皮其实都可以使用。然后或者是葡萄柚，其实这些都可以，只要是柑橘类的果皮都可以。但是像刚才我们不是有把它拿来泡酒精或直接煮水用吗？其实都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小技巧，就是我们要的只是果皮的部分就好了。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榨柠檬汁剩下的，那你要拿来泡酒精的话，要记得把里面的比如果肉啊、籽质啊，或者它一些膜都去掉，只要果皮使用就可以了，这是要注意。还有就是这些果皮也不用先做什么晒干之类的，大家有时候常会问说，是要先晒过以后才能拿去做清洁剂吗？其实就是我们刚比如吃完食用完以后就可以直接做清洁剂，不用再做那个比如干燥的这个过程。那另外一个加问一个问题，像我们的果皮，如果把里面的果肉去掉之后，其实它还有中间那个，比如说不管是柠檬或柑橘，它中间会有一层比较白白的那个部分，也需要保留吗？还是就是把它去掉？其实如果说是果皮，然后切下来一层那个白白，那个可以一起放进去。就像有些学生会说，文旦跟柚子不是皮后面接下来是一个很厚白色那个，
那个可以放进去嘛？其实可以放进去，但是它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因为那一层有点像一个海绵，所以你放进去它会吸掉我们不少的酒精，所以就会变成你到时候倒出来时，觉得酒精好像就变少了，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去油污效果。就是它在容器里面，它是会占掉一些空间，还有它会吸掉酒精，减少酒精量。但是对于做出来的物品的结果是没有影响。当然，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的话，也可以比较费工。比如说文旦柚子，你就用刨刀把那个我们要的绿色或黄色那一层取下来，然后白色的厚厚那一层就不要放到瓶子里。其实这样子也是一个方式，但是就是比较花时间。是，好，我想今天呢，应如老师跟我们介绍了4大天王怎么使用，真的是非常精彩且非常深入。希望大家呢，今后在居家清洁方面都可以为大家带来无毒又健康，然后又清洁干净的生活。非常感谢应如老师，谢谢应如老师，谢谢啾啾，谢谢。我想今天应如老师从厨房到浴室不藏私的分享，真的非常实用的无毒清洁技巧。还有，其实我们讲到清洁啊，天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随便使用啊。比如说清洁效果好坏啊，我们是关键在于用对成分，还有用对地方，还有像小苏打跟柠檬酸的这个配对原则，还有柑橘精油的这些特性啊，还有过碳酸钠的安全漂白，通通都是清洁达人不可或缺的法宝。所以如果呢，我想大家今后在清洁的方面呢，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对您的健康无毒生活非常有帮助，别忘了离线前要帮我们按赞留言，同时分享给你身边爱干净又讲究健康的亲朋好友。然后当然，如果你也有居家使用的小技巧，欢迎留言给我们。那记得在离线之前呢，帮我们订阅啾啾健康咖这个频道，让我们的频道赶快成长起来。同时也别忘了如果你有更多的好技巧，也记得留言给我们。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